现在是晚上快要9点钟了，刚刚处理了一些棘手的事情。今天晚上入住了一家原本不应该入住的酒店，这是 Death Valley， 就是死亡谷啊，唯一一个离得最近的酒店了。而且在这个区域呢，也就只有这一家酒店，周围还有一些可能是房车的那个 RV 的营地吧，人家都是有房车的，而酒店的话就只有这一家。所以价格也是蛮昂贵的，一个晚上的价格是$280。下午的时候啊，从 Racetrack Playa 出来以后呢，没有信号，原本说是找一个有信号的地方呢，然后就联系那个道路救援嘛，然后从跟着那个马路啊转上去以后，就到 UB 黑壁的那个火山口的，就是观景台了。但那个地方上一次我们曾经去拍摄过，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因为那个车是轮毂嘛，梆梆梆梆梆在那个路上开，就是在那个水泥路上面，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他觉得很震惊，怎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就有不少好心人呢就过来，然后就问我情况，我跟他们说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说想帮我，因为有一些游客啊，他们正要出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信号的，所以要想找救援的话呢，就必须要找到的是那个 National Park 的警察，就是国家公园的警察。警察过来以后呢，再来帮助我。所以他们就有些游客出去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可能帮我叫了警察吧。大约我等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有一辆 F150，就那个福特的那个大皮卡啊，下来了一个警察，问了我情况了以后呢，我跟他说了以后，然后他就说我今天晚上要住哪里？我说我今天晚上是住 Kingman， 就是那个金曼，就是离那个66号高速公路最近的地方，因为明天是要去66号高速公路嘛。那他就跟我说啊，今天晚上你走不了了，你今天晚上这个车啊就只能停到这个火山口的旁边，因为这个车现在没有任何的服务，所以这个地方你先要去找到有一个信号的地方以后呢，然后联系那个道路救援，他们可能明天呢再过来帮你嘛。我听了以后啊，我的心里面啊非常的失望，虽然有一些高兴，至少是总算找到有人来帮忙了，但是又非常失落的是，这个时候车都没了，然后就没办法，然后赶紧嘛把这些背包啊、箱子啊全部都提上，把自己的贵重的物品就全部装在包包里面。但车上还有很多东西，像吃的啊、衣服啊、盖的被褥啊，就全部都放在车上了。然后就跟着那个警察，然后坐着他那个 F150，飞快的就开到了这个酒店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离我那个停车的地方啊最近的一个酒店了。那路上的限速大概是45迈，他几乎都开到了80到90迈，速度太快了。而且我坐在他那个车上啊，一坐上去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在我身旁就是差不多大腿这个地方吧，就放了2把枪，一把那个散弹枪，还有一把机枪，哇，真是就像那种怎么说呢，荷枪实弹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子弹放在我的旁边的，坐那个车，开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开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告诉了我一些周围的一些状况，哪些地方有吃的，哪些地方是住宿，哪些地方是什么商场。跟我说了以后，其实我一看就是一个乡村小镇，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急着需要有信号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就看了手机，有信号了，但是天又在下雨了，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就只能先找到这个酒店啊。就进来以后呢，就入住嘛。入住以后办理完了 check in 以后呢，我就赶紧打电话道路救援。道路救援打了以后呢，然后他那边就一直不接电话，等了差不多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吧。那就打了以后就一直没人接听，就一直在循环，等了半个小时总算是接听到了，然后就跟他说了我的情况然后听完了以后呢，总算是达成了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办法吧。办法呢就是他们今天晚上从拉斯维加斯，然后把那个拖车开过来以后呢，然后原本说的是到这个地方来接我一块儿，然后去那个火山口，然后去搬东西搬车，然后再把我送回来。结果后来那个司机呢就说他直接开过来以后，让我把钥匙给他了以后呢，一会儿他把车把它装在那个
就是搬运车上以后呢，他再开过来呀，让我自己再来搬东西。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挺不错的，这个司机还是想得挺周到的。然后刚才其实就在做这个事情，从拉斯维加斯开了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从7点左右吧，就开到差不多9点钟吧，或者8点半左右吧，就开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刚刚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搞定了。然后现在呢，他就开着那个拖板车去幽闭黑壁的那个火山口了。拖到以后呢，一会儿他再过来，让我再拿我自己的东西吧。而他把车装走以后，那新车怎么办呢？我怎么换车呢？这个办法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明天早上呢，又从拉斯维加斯再开另外一辆新的车，然后也是一个拖板车，拖一辆就同组车吧，拖过来以后呢，然后在这里给我，然后让我再开走，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服务呢，我觉得还是算是做得蛮不错的。但是他必须是先要把这一辆车拖回去以后，他这辆车入库以后，才能把另外那辆车呢再交付过来。所以也还算 OK， 至少是没有拖我太长的行程吧。所以到这里呢，也算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吧。你看，从昨天到今天真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这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有生难忘的一个探险之路吧，又或者说是一个极限挑战之路。如果这个车轮在路上一旦脱毛了，或者说是一旦全部坏掉了，那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也许我可能现在还在那个移动的石头里面，都很有可能。你看，就是那个轮胎坏掉以后，引发出了刹车失灵，引发出了各种制动失灵，包括很多的一些辅助全部都失灵了。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已经有6、7项都已经亮黄灯和红灯了，所以想想还是有点后怕。好吧，那现在就是这样了。现在9点钟，一会儿等那个司机呢把车拖过来以后，我估计他拖过来还要1个多小时，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吧，因为他不可能像今天警察那样开得这么飞快，他那个平板车也挺大的，一辆卡车，他拖过来的话，速度我估计也得要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嗓子都有点沙哑了，因为今天在外面风特别大。好吧，那这里就是这样了，顺利的解决了。那明天早上到时候换过来的车，我也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车了，他只能说是同组车给我换一个过来。好吧，那这里就是这样，那我们明天见。现在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你看，昨天晚上联系了租车公司服务呢，他们过来把那辆坏的汽车拖走了以后原本是计划今天早上大概11点钟呢，就会从拉斯维加斯重新给我送一辆新的汽车到这个地方。结果现在已经是11点半过了，都已经11点35了，但司机还没有过来，搞了半天原来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司机他们6点钟就联系我，然后一直联系了很长时间都没联系得到。但是呢，我确实呢也没收到他们的电话和他们的 message，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我的电话也可以拨打，也可以接听。所以等到9点钟以后我发现仍然没有收到任何的短信和电话，然后我才重新又给租车公司又打了一个电话去确认，才知道他们联系不上我，怎么办呢？就只有重新再次的预定，而再次预定又等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办事效率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挺慢的，等了1个多小时，大概是到10点50分吧，才总算是把这个事情给搞定了。搞定以后呢，然后司机要从拉斯维加斯开着那个拖车和重新给我换的同组车型，从那边开过来的话，需要大概3到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算的话，他过来的话，也应该要到下午3、4点钟左右吧，才能到达这里。所以真是挺麻烦的，因为
你看，在我身后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住的这个酒店了。而这个酒店呢，它的退房时间是上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退房以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啊，全部都搬出来了。你看，现在就放在这个长条椅的旁边，我也就只能坐在这个地方，因为没地方可去啊。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就像是一个 homeless 一样，就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一样，就坐在这里。不过还好啊，在死亡谷呢，这边的天气我觉得不算特别的冷，因为早上起来了以后呢，这阳光挺强的，坐在外面，室外的温度大概是10几度左右吧，不算特别冷，但也不热。因为我对面啊，就是一座座的雪山和各种这种山丘吧，其实风景挺漂亮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啊，这里的沙尘呢非常的大，你旁边啊过来一辆汽车以后呢，这沙呀就全部往我的身上或是往我这个方向飞吧，所以一吹过来啊，就是满嘴的沙，满脸的沙，非常的难受。这个地方呢，就是死亡谷最近的一个酒店了，而这个酒店呢，就只有我身后这一家。你看这个小镇啊，它的规模有多大呢？其实我在白天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就是2、3栋建筑吧，一栋住宅，然后对面呢有一个 store， 就是一个商店嘛，那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加油站，然后那个方向啊是一个 RV 的就是一个住宿区吧，就是一个房车露营地，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么大了。这就是美国的小镇啊，看上去是不是就像是一个大农村一样？所以，但是这里的人呢还蛮多的，应该都是在周围来露营啊，经过的人在这里加油的。不过看着我坐在这个地方，大包小包的堆在这里，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睛啊，上上下下的都看我一眼，所以这是有一点不太自在，但是也没办法，只能在这里啊继续坐着等待，差不多等到下午的时候吧，然后才能离开。原本呢，我计划今天啊是前往金曼，然后走那个66号高速公路去看一下那边的美景，但是这样时间一耽搁以后，如果我下午3点钟或者说4点钟从这里出发的话，到金曼已经是今天晚上大概8、9点钟了。所以你想8、9点钟天都已经全黑了，所以要去看那个66号高速公路，也只有等到明天了吧。所以今天的一天的时间啊，全部就消耗在了这个路上面。你看，这是昨天的星巴克已经灌上了这个橙汁了。我觉得它的这个橙汁啊，味道还蛮不错的。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像芬达呀，或者说是像美莲达的那种感觉，它里面有一种那种挺纯的味道，然后配合上那个苏打水的味道，真的会喝上瘾。好吧，那我现在啊，只能像一个 homeless 一样，在这里啊停留3、4个小时的时间呢，哪里都去不了，然后吃一嘴的沙，然后等待一会儿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在这里坐着啊，等着真是非常的无聊。但是我周围呢有蛮多的乌鸦，你看我手上还有一些面包，来给他们吃一点。哇，好大的风沙！等了8个多小时啊！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这个车总算是来了。我去联系他一下。Hi, sir. Yeah, is this my car? Yeah, maybe my car was broken yesterday. Oh, yeah. Yes, my reservation number. You see. Okay, cool. We'll get it unloaded for you right away. Sorry, it took a lot to make it bad. Oh yes, it's okay. Thank you. Is BMW 3? Okay, X3. Okay. 这是一辆新换的 BMW 3，看上去差不多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好，现在我得把这一大堆东西啊，全部都搬上车。这么多的水，这没有车啊，真是寸步难行。好，这下总算是有车了。哎呀，特别的热，稍微动一会儿啊，这满身大汗呢。这辆车比上一次的车呢，要稍微开得多一些，多了1万多迈。轮子看上去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总算是拿到车了，现在心情啊都稍微要好一些了。昨天确实是非常的焦虑。那这款也是X3，不过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老款。而且里面的内饰呢是米色的，显得有一点，反正我个人觉得有点老气啊，米色。然后它的这辆车呢行驶了38000多迈，比那款车确实要开得多了1万多英里左右吧。而且它的中控台有一些跟那个车不太一样，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老款啊。不管它是新款还是老款，现在总算是拿到车了，心里面真在是有一点点的激动。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死亡谷啊，前往直接走金曼，显示到金曼呢还要4个小时7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快4点半了。到金曼的话，已经是如果中途还不休息的话，那也得要8点半左右了。好吧，出发。这辆车我也不知道这个状态怎么样啊，反正也得上手开了一会儿以后呢才知道。Stovepipe Wells Village， 这是这个小镇的名字。它这个车的仪表盘啊，都是这种数字的显示，不太像昨天的那个液晶显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这个车的性能只要没出什么大的问题就 OK。现在看上去感觉还可以。哎呀，不容易啊！你看周围的这个风景，两边啊，还有前面，可以说这是一个峡谷吧。四周全部都是死亡谷的这种山丘，而且这里面啊，四通八达。刚才看到的那个小镇呢，就是离这个死亡谷啊最近的一个小城镇或小农村了吧。住宿非常的贵，而且它的网络信号啊也不稳定。要不那些租车的公司呢，他们给我打电话过来
就不会出现联系不到我了。冬天来这边旅行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天黑得特别快。这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这个美国啊，反正差不多到了4、5点钟以后啊，这个天就变化特别的明显。每过1分钟啊，就感觉到和前1分钟就不太一样了，黑得特别快。你有见过戈壁滩的沙漠吗？那现在我在死亡谷的这个沙漠里面啊，漫步着。这个沙漠非常独特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属于那种丘陵的地带，所以啊，你看这四周的这种线条，给人的感觉呢，非常的漂亮，起起伏伏啊。现在已经被大家走出了许多的脚印。你看在沙漠里面，这植物啊，长得还蛮不错的，嘿。我还以为这里有一个骨头，结果是一个树枝。哇，看不到尽头啊！来，我们从这里啊冲下去。哇哦！怎么样？哎，有点像是那种过山车的感觉啊。它这个沙啊，不是那种软沙，而是挺硬的。哦，过了一层，又是一层，完全看不到尽头。我们爬到这个最顶上去看一下。一口气冲上去。走，哇！看一下这个背后有什么东西。啊，那边还有。哎呀！如果你有一个滑雪板的话，就可以从这里啊直接滑下去了。哎，不是滑雪板，应该是那种滑沙板吧。从这里直接滑下去，那种感觉应该挺爽的。哦，好大风，很凉爽。虽然昨天啊被困在了移动的石头，不过今天呢也算是一切顺利。那我也在这个沙漠里面呢留下我的名字吧。来，就在这里，写点什么呢？阿森游记，哇，来看一下。哎呀，这就是
新年的礼物吧。希望这一年啊，一切顺利吧。唉，好，这里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待会儿见。